欢迎回来。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及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东京召开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这是日本菅义伟内阁与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召开该会议。除深化日美同盟、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外，钓鱼岛、中国海警法等议题也成为此次会谈的重点。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与来访的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谈后宣称，日本和美国对东海、南海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表示所谓严重关切。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结束后则声称，他已与美国国务卿达成一致，强烈反对中国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并将在这一问题上密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日2+2会谈的前一天，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东海实施了日美联合防空战斗训练，有分析称此举明显是在针对中国。岸信夫在会后对记者表示，他们的讨论集中在中国，同时也包括朝鲜问题。岸信夫还透露，日美防长在当天的会谈中还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声称中国大陆正在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近期，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颁布了海警法，引发了日方强烈不满，频繁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岸信夫上周在加拿大主办的线上会议发表演讲中，再次对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水域的正常活动横加指责。事实上，中国海警法只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不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也早就制定和实施了类似法规，通过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方同周边邻国之间的长期共识。然而，岸信夫却宣称对中国海警法等引发近期地区混乱的动向深表关切，还扬言决心用所有手段来守护日本的领土。而美日2+2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文件，甚至还罔顾事实地写道，钓鱼岛是规定美国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的所谓适用对象。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在钓鱼岛主权的问题上，仍然是不持立场的。那在美日防长会晤和2+2会晤的这个共同声明里面提到这个海警法，但是以比较模糊的措辞，比如说是强调要维护东海和南海的现状和局势的稳定。但是呢，美国也很有可能以海警法为借口，今后来继续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欧洲这样一些国家，加强对中国的舆论压力和海上的压力。此外，在这份联合文件中，日美两国还妄称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是所谓不法海洋权益下的相关主张和活动，不但对此表示反对，还毫无根据地指出否定中国主权主张的2016年常设仲裁法院仲裁结果是所谓最终判断。对于本次美日2+2会晤大谈涉华议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美日搞交流合作，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地区国家间团结合作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有观察认为，美日2+2会谈大肆聚焦中国议题，实际上美国的盟友被前所未有的陪衬化了。周四，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将与杨洁篪、王毅在阿拉斯加的对话，才是这一波亚太外交的高潮和外界关注的真正焦点。美方在与盟友协商时提到中国，并将涉华问题写入联合文件，其实是为华盛顿积攒向北京战略要价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日韩应当认清现实，不要在与美国的相互利用中被劫持上恶华战车。香港大公报周二发社评指，尽管美日在一些议题上持有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同盟就此可以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于菅义伟政府来说，面对来自美国的热情对待，自然积极迎上，但未必会完全配合。由于疫情和低迷经济，使菅义伟政府目前深陷内政泥沼。日本时事通讯社上周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为35%，
45%，不支持率为42%。经过一系列美日外交互动，预计将有助于提振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成为菅义伟的施政成果。但与此同时，让菅义伟焦头烂额的还有如何重启经济。在这方面，日本急需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时隔2年再次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国，这也就决定了日本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国产生分歧，但一定程度上不愿破坏中日关系。美国高层先去出访日韩，再和中国高层会晤，主要还是为了盟友对表，看看哪些领域可以联合对中国去施压，哪些领域可以共同与中国合作，这样形成一套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东亚政策思路。日韩虽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是经济上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也很难改变，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在中美之间去选边站，来充当美国的棋子或者是筹码。显然，美国也意识到，在当前的情势之下，需要花更多力气才能拴住盟友。布林肯就在联合记者会上大打情怀牌，称拜登政府选择日本作为内阁成员外访第一站，是因为两国拥有共同价值观，此行目的就是为深化日美同盟。And after today, I feel very confident in saying it is stronger than ever. Together, we're addressing core security concerns, includ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and maritime security across the region as well. We're tackling other urgent issues facing our countries, including COVID-19, climate change, cybersecurity. We're also standing together in support of our shared values. 美联社报道指，此次2+2会谈，拜登派出内阁成员去日本会谈，而非让日本官员来到华盛顿，本身对日本来说就意味良多。此前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声称，日韩等盟友都是富裕国家，有能力和义务分摊更多的军费开支，他们不应该一味指望美国的军事保护。在这一系列只谈钱的敲打之后，日韩对美国作为盟友的可靠性产生担忧。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修复在特朗普时期被疏远了的日韩盟友关系是当务之急。值得一提的是，从2战后美国历任国务卿首访行程来看，欧洲盟国和中东往往是首选目的地。直到奥巴马2009年第一个任期开始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首访定在了日本、印尼、韩国和中国。分析指，将亚洲作为国务卿首访的目的地，预示着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试图在亚洲起到更多的领导性作用。时隔12年，布林肯再次将首访目的地定在了亚洲，这似乎不是传统上的首选，但又与奥巴马时代契合，表明亚洲将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重点。拜登的外交政策也极有可能回归奥巴马时代，试图推动美国重返亚洲。过去4年都由于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的做法导致他们双边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所以他们也希望美国能够回到这个地方来，这样能够更大限度的保护他们的安全。但另一方面呢，也要看到拜登政府的这种情怀牌，它有它很大的局限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现在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跟中国的关系都是比较良性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一边倒的完全站在美国方面去跟中国进行对抗所以呢，我想这个拜登政府他在政策的实际推进过程当中，可能难以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